12月28日，奥地利媒体标准报刊登了一篇很突兀的文章，说中国是如何从世界工厂变成所谓世界公敌的。我马上想到，这一定是西方又来代表全世界了，因为中国的全面崛起，让西方再也无法为所欲为、趾高气扬，让全世界人民多了一个选择。同时，在很多方面，中国在与西方竞争中胜出，相当于抢了西方的蛋糕。所以，从西方视角来说，中国就成了敌人，而西方把他们自己看成了全世界，这就是这篇文章标题的由来。我们来看看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章，大家肯定也明白，西方越反对的，越不高兴看到的，就越说明中国做对了。中国如何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公敌？长期以来，中国吸引着来自西方的公司，廉价的劳动力、相对安全的结构和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环境。但中国已经解放了自己，昔日的合作伙伴已经成了威胁。配图说明，长期以来，中国被视为世界工厂，中国的产品威胁到欧洲的重要产业，这让欧盟很不爽。正在台湾首府台北出差的德国商人克里斯多夫·盖森哭笑不得。我们必须对这种攻击中国的行为做点什么。他说，现在人们贬低整个国家，却看不到它的优点，这是不可取的。他在中国度过了30多年，他于1989年来到中国，在宁波的一家中国发动机制造商实习，完成了一家德国大型汽车制造商的合同，接手了一家中型企业的管理工作，并负责一家大型企业的中国业务。实际上，他想在法国南部慢慢准备退休生活。然而1年前，他的一位老朋友兼商业伙伴给他打来电话，问他是否有兴趣在天津创办一家企业，成为中国蓬勃发展的飞机制造业的供应商。我无法拒绝，现在我又回到了中国，建立了另一家公司。他说，慢慢摆脱贫困。这位60多岁的经理属于西方先驱一代，他们只把中国的崛起与积极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事业、富裕和声誉都归功于这个世界最大市场的开放。我们亲眼目睹了数亿人是如何慢慢摆脱贫困的，他们甚至能够通过在中国建厂来提供帮助。这些工厂采用欧洲安全标准，工资虽然不是西方标准，但相对较高，假期也比中国公司多。这些工厂促进了职业发展，推动了国际理解。他们的生活就是在工厂大厅与中国官员的晚宴以及由外国商会组织的活动中度过的。每一年似乎都比上一年更好，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公司赚取更多的利润，中国变得更加现代化，有时甚至更加自由。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将更多的生产外包给中国似乎是有道理的，毕竟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看不出有什么制度性的敌人。苏联解体后，美国单边主义主导了世界事务，不再有真正的对手。全球化是世界应该共同发展的口号。从西方政治人物的角度来看，将生产转移到中国，同时解决了2个问题：企业不仅可以从现在更便宜的采购价格中受益，而且还能够实现环境和民权运动对国内更清洁生活环境的愿望。与此同时，一个贯穿各个部门的问题也出现了。在所谓的转折点之前，政治基本上不介入经济。继20世纪90年代开始复兴的自由市场理念，还包括减少补贴和依靠市场力量，以经济为纽带。然而今天，这些先驱们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毕生心血付诸东流。关于中国的争论充斥着去风险化、脱钩断链、多极世界秩序和冷战2.0等词汇，有时甚至有人谈论第3次世界大战。美国空军4星上将米基·米尼汉在2023年年初表示，他预计中美两国将在2025年爆发全面战争。长期以来，中美两国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一直处于对立状态。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欧洲许多人也开始批判性的思考与北京政权的密集业务。难道我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不比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程度更高吗？2023年9月，德国外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独裁者，这让北京的领导层非常愤怒。发生了什么呢？中国从巨大机遇变成威胁的转折点又是什么？毕竟上述经理所处的时代并不久远。
从中国的角度看，答案是中国只是变得更加成功了。以汽车工业为例，尽管中国政府通过补贴和强制合资等形式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燃油汽车工业。对工程技术和数十年来，尤其是在德国、奥地利及瑞士德语区发展起来的供应商网络的要求过于复杂。然而，向电动汽车的转变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凭借大量补贴和对整个价值链的娴熟投资，中国不仅成功主导了自己的市场，而且还拓展了西方的销售市场。欧盟出于保护气候的考虑，自愿告别其最具竞争力的产业，这一事实在北京得到了积极响应。30年来，中国一直是欧洲汽车制造商的巨大增长市场。如今，中国已经成为欧盟希望通过保护性关税来抵御的最大竞争对手。机械和设备制造领域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长期以来，中国的机械和机器人一直在中低端领域取得成功。然而，欧洲公司在制造高端产品方面能保住其地位，但在这一领域，中国企业也正在迎头赶上。正如他们在许多其他领域和行业一样。与此同时，自2013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变得更加专制，互联网审查制度日臻完善，批评者被压制，新疆地区建立了残酷的监控制度，以摧毁维吾尔族的文化认同。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事态发展就已箭在弦上，但它需要一个催化剂，将其提上西方政府的议事日程。2021年，催化剂出现了。全球经济的心脏，上海周边的长江三角洲是全球经济的心脏。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1.4亿人，其中近80%居住在上海、杭州、宁波、苏州等100万人口的大城市。过去20年来，数以万计的国际企业在此落户。为确保生产顺利进行，货物必须通过轮船运往宁波、上海、杭州等世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再通过卡车运往浙江和江苏2省的工厂。加工后的产品从那里运往全国各地，供应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或通过港口返回全球经济循环。通常情况下，这些流程都与全球需求完美协调，相互关联。然而2021年，这种货物流动陷入停滞。几个月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封锁边境，将新冠病毒拒之门外。政府不断要求居民接收 PCR 检测，并很快将检测范围扩大至动物甚至物品。只要有人检测出阳性，当局就会实施封锁，越来越多的城市被封城。这导致了该地区主要港口的拥堵。2021年4月底，平均等待时间为69小时。世界各地的货物和重要产品突然无法供应。例如，在美国的医院里，由于需要一种只在中国生产的灯泡，重要的手术暂时无法进行。许多公司，包括汽车和电子产品制造商，突然在产品生产和按时交货方面出现了问题。全球化前几年的所谓准时生产突然失灵了。美国尤其意识到，在过去20年里，生产能力逐渐减少并转移到中国意味着什么。早在2016年，特朗普赢得竞选，部分原因是他赢得了这一过程中的失败者——美国劳动工人。现在，拜登领导下的民主党也意识到了美国经济对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工厂的依赖程度。2022年10月，美国通过了芯片法案，旨在切断中国与尖端半导体技术的联系。此举旨在确保西方在数年内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华盛顿在欧洲和日本的盟友也被敦促效仿。通胀的巨大危险。不仅如此，西方宽松货币政策的批评者一直警告的事情突然发生了，通货膨胀爆发了。在过去20年里，中国生产了越来越多的商品。在供应链效率不断提高的全球化世界中，这意味着全球商品数量不断增加。这反过来又给了西方中央银行，尤其是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机会，而不会导致消费价格通胀急剧上升。简单的说，由于人字拖和智能手机变得更加便宜，欧元或美元购买力的损失就不那么明显了。中国实际上是在输出通货紧缩，而当这种商品供应突然开始枯竭时，欧洲和美国的物价就会爆炸性增长。2021年1月，美国的通胀率从略低于2%飙升至8%。上一次价格涨幅如此之高，还是在1982年。
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导致物价进一步上涨，欧盟的通胀率上升得更高。西方得出结论，必须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从那时起，去风险化甚至极端的脱钩的说法开始流传，意指西方经济与中国完全脱钩，后者目前看来并不现实。然而，如果有一天中国政府决定军事入侵台湾，这可能很快就会成为现实。反过来，中国也不再对西方抱有幻想，加入泛美国阵营。相反，莫斯科和北京走得更近了。被称为金砖国家的松散国家联盟将逐步发展成为与北约联盟相抗衡的体系。中国早已不再是15年前的全球希望的灯塔，但是在习近平执政期间，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中国，西方对这一发展的反应也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世界不再共同发展，而是分道扬镳。这正是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和爱好者，如德国经理盖森所抱怨的全球化时代的终结。好，朋友们，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我认为就全球而言，欧洲比中国更是全球公敌。下一条评论：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美国？再往下，欧洲只是自己的敌人。我在亚洲与台湾朋友和企业有很多接触，中国的玩法与众不同，你必须能够对此进行分类。每个国家都有优势和劣势，但中国正在占据所有优势。这种由其庞大规模和技术优势引发的力量，将让我们大吃一惊。这就好比一场马拉松比赛，一名选手被安排在赛道中心，这就是拥有技术秘密的中国。但这是我们自己的错。欧洲目前没有优势，对，完全没有。不要抱太大希望。我们没有比中国人更聪明，当然根本也不更快。我们没有经验，质量只是成本问题。你们什么都可以买，但不要买中国制造的东西。继续往下，你说的好像分享知识是件坏事似的。我们的工作小组里总有来自中国的博士生，他们都是非常勤奋的顶尖人才。回国后，在中国的大学从事研究、教学，并撰写了非常出色的论文。马拉松的例子有点名不副实，中国并没有排在我们前面，而是在我们跑的地方起跑。他们为能与我们比赛不会在任何地方结束，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谈论半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不能自责，而是在做正确的事。我们让自己吃亏的地方，在于我们仍然拥有的经济优势。再往下，大家喜欢便宜货，让中国发展起来了。目前，中国生产世界上90%的手机。现在，人们抱怨美国几乎没有汽车业，欧洲几乎没有制药业。下一条评论：这位商人于1989年来到中国，1989年也是发生天安门大屠杀的一年，因此当时的中国领导层也并不和善。继续往下。貌似中国对美国和欧洲构成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全球公敌。世界不仅仅由美国和欧洲组成。我们再往下，你为什么不问问非洲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或者在亚洲，印度人、菲律宾人、越南人、台湾人、日本人、韩国人等等？下条评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激进意识形态正在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暗淡的未来前景，并帮助这个世界上的马斯克和特朗普在政治上崛起。但谁敢反对呢？继续往下，更符合事实一点的说法应该是，中国是如何从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变成仍受保护的经济大国的。德国仍在支付发展资金。我们再往下，欧洲最好在未来几十年内逐渐独立于中国，这不会发生得更快。我认为这种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不可预测的独裁国家的依赖，至少可以说是危险的。下条评论：中国没有成为全球公敌，而是西方的敌人。为什么？因为西方不能再随意维护自己的利益，但中国正在奋起反抗。这不是善恶的问题，而是利益的问题。我们越了解这一点，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就越能在这个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出路。继续往下，
傲慢的西方喜欢把自己视为全球。我们再往下，每个人都想成为最强者，因为成为最弱者很危险，这意味着失去繁荣，失去权力。但你更信任谁？特朗普还是习近平？特朗普也许冷酷无情，也许是个骗子，但他仍然要遵守民主规则。习近平制定中国的规则，说中国反抗我们好像是件好事，就像俄罗斯起来反抗我们一样。俄罗斯想要征服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已经背弃了俄罗斯，而作为邻国，如果有一个成功的反制模式，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中国想要征服台湾，因为台湾已经背弃了中国，如果作为邻国有一个成功的反模式，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好，我们再往下看。中国不是我的敌人，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但想过不同生活的人当然不会自动成为我的敌人。中国当然不是全球公敌，看看有多少国家乐意与中国合作就知道了。下条评论，我想我明白你想说什么，你的意思是你的意见由你自己决定，但是中国人是按照党的意愿生活的，他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愿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是在严重后果的威胁下被迫生活。大多数乐于与中国合作的国家也是如此。好，继续往下。文章顺便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美国将中国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威胁，这与人权、独裁或其他问题无关。如果中国人像沙特人一样乖乖听话，根本不会有人考虑关税和制裁。但是中国人解放了自己，突然间不再是比我们低一等，而是与我们平起平坐，驶向超车道。因为这里甚至没有提到的是，欧洲或美国再也无法让产能回流。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如果通货膨胀不突然上升到2位数，产能回流是不可能的。下条评论，美国认为中国是对其领导地位的威胁，是的，没错。然而，美国是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尽管有种种不利因素，尽管有特朗普的故事，中国是一个后共产主义独裁国家。只要欧洲不能自力更生，政治、军事上，现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经济上，那么欧洲就只能为美国人祈祷，希望这基本上是流感对霍乱。下条评论，中国的人口也同样达到了顶峰。另外，在国内生产，通货膨胀也不会那么严重，因为钱不会流出去。就生产效率而言，中国人甚至不再是更廉价的劳动力。一个奥地利人的生产效率相当于5个中国人。不是所有的垃圾都必须在这里生产，但关键技术也必须离开中国，让他们通过创新超越我们，而不是通过窃取我们的技术。下一条评论，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彩而坦率的评论，除了2-3个侧面的打击之外，都是不留情面的解释。我认为很少有人了解这个世界，这对世界，尤其是对欧洲意味着什么。报道中触及了很多话题，但如果你没有处理过这些话题，你就不会了解其后果。继续往下，我认为文章中的中国观点更有意义。只要中国可以被剥削，即他们勤奋劳动，西方公司可以拿走大部分利润，如亚马逊，一切都没有问题。如果他们解放了自己，也想分一杯羹，如拼多多海外版，那么中国人就是坏人。下条评论，中国并不是全球公敌，这主要局限于占全球人口15%的西方国家，但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把中国视为敌人，尽管由于不断的宣传，这个数字正在增加。继续往下，全球公敌不如说是西方的敌人。我们再往下，中国的历史和政治都还要与西方算账，他们肯定没有忘记鸦片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被征服和沦为半殖民地。现在是时候让西方价值观瑟瑟发抖了。好，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中国绝对不是全球公敌，这是美国和一些聪明的欧盟政客想告诉我们的。先是大肆宣扬全球化，然后又因为所谓的经济专家和部长们忽视了无数创新，迷失在自己的官僚体系中而大动干活，而亚洲、印度和南美洲却在创新中发展。
好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说中国是全球公敌，只不过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强奸全球人民的名义而已。从西方视角来看，中国最多算得上是西方的敌人。但如果有人能在全世界做一个民调，我非常肯定，全世界的公敌一定是美欧为主的所谓西方。西方这个词越来越变成了贬义词，是邪恶的化身。不知道大家怎么看？